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一个通过新闻帮你学习中文的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8月新闻精选，一共汇总了23条新闻，这样你就可以一次学完整个8月的重要事件了。只需要大约30分钟，你既可以了解世界大事，又可以锻炼中文听力。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在2024年有很多严重的人权问题。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不公平的对待，很多人被关进了在教育营，有的人还被强迫劳动。报告还说，中国政府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比如，有些人因为说了政府不喜欢的话被抓起来，有的记者因为报道敏感新闻被判刑。新疆的少数民族还被限制使用自己的语言和穿传统的衣服。报告提到，中国有些人被秘密关押，家人找不到他们。中国的工人不能自由成立工会，罢工和维权活动常常被警察阻止。美国国务院希望中国政府能保护人权，让每个人都能有自由和安全的生活。印度最近没有听美国的话，继续和俄罗斯做生意。美国希望印度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和武器，但印度有自己的想法。第一，印度想做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如果听美国的，可能会让中国成为领导者。第二，印度买俄罗斯的便宜石油，可以帮助经济发展。如果不买，油价会上涨，对印度不好。第三，印度的很多武器和零件来自俄罗斯，如果没有俄罗斯，印度很难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第四，印度觉得美国不希望印度变强，想让印度一直依赖美国。第五，如果印度不和俄罗斯合作，俄罗斯可能会和中国更亲近，这对印度来说很危险。总的来说，印度和中国有竞争关系，所以印度不想听美国的话，放弃俄罗斯。美国以前用门罗主义来告诉欧洲国家不要干涉美洲的事情，后来美国用这个政策在拉丁美洲有很多影响力。现在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美国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变小了。特朗普政府用经济压力，比如关税和减少援助，想让拉丁美洲少和中国合作。但是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更关心经济利益，不管是和美国还是中国合作，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就会选择。比如阿根廷、萨尔瓦多和秘鲁都和中国有很多合作项目。中国帮助这些国家建港口、修路和发展清洁能源。美国主要用军事和压力，但拉丁美洲国家更喜欢能带来实际好处的合作。现在，拉丁美洲有更多选择，不再只听美国的。很多国家希望和不同的国家合作，让自己的经济更好。香港男子赵先生因为他的保时捷车牌 US8964 受到很多麻烦。这个号码和中国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有关，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过去1年里，赵先生和家人收到很多匿名信，有人威胁要举报他们，还给他的邻居和家人发信，甚至他的女儿在学校也被投诉。赵先生说，他一开始只是觉得这个号码很重要，
想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一天，没有想到会带来这么多问题。每年6月4日，他会开车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转圈，但警察多次以各种理由扣留他的车。后来，赵先生决定把车运出香港，并和女儿一起搬到英国。现在，这个车牌也被政府收回了。很多香港人看到这个新闻后，觉得很难过，也觉得政府对一个车牌都这么害怕，实在很奇怪。菲律宾的科学家正在用一种新方法来保护美丽的珊瑚礁。他们把珊瑚的幼虫冷冻起来，这样可以在将来帮助珊瑚礁恢复。珊瑚其实是动物，不是植物。它们生活在海里，像小房子一样，为很多鱼和其他海洋动物提供家。虽然珊瑚礁很美丽，也很重要，但它们很容易受到伤害。气候变暖、污染和过度捕鱼都会让珊瑚生病，甚至死亡。珊瑚礁只占海洋的一小部分，却有很多种鱼和生物住在这里。珊瑚礁还能帮助人们挡住大风浪，保护海边的村庄。现在，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合作，建立了一个冷冻珊瑚幼虫的银行。这样，未来如果珊瑚礁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幼虫来帮助它们恢复。科学家们希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的海洋家园变得更健康，也能让更多人了解保护海洋的重要性。很多国家都在非洲开采矿产资源，包括中国。非洲有很多金矿、铜矿和其他重要的矿物。一些中国公司和工人在非洲国家，比如加纳和刚果，参与了非法采矿活动。有些中国人因为非法采金被抓。非法采矿让当地的河水变脏，人们不能喝这些水，还会影响鱼和农作物，对环境很不好。虽然中国政府说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做错事，但很多非洲人还是很生气。他们觉得中国公司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不应该破坏环境。非洲的一些组织和居民希望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资源和环境。这个问题让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2019年到2024年，哈萨克斯坦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因为中国水泥厂带来的污染和健康问题，决定向法院投诉。他们希望工厂能搬走或者关闭。刚开始，法院支持了村民，认为工厂离居民区太近，不符合规定。但是后来，政府改变了规定，让工厂可以继续在原地工作。这个水泥厂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建设的项目之一，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工作机会。虽然有些村民因为污染搬走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工厂有了工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时候很难平衡。2025年8月15日，韩国迎来了光复80周年，这是韩国非常重要的节日。光复节是韩国和朝鲜都庆祝的日子，大家一起纪念国家从日本统治下获得自由。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首尔市政府在市政厅举办了全球青年和平论坛，有来自43个国家的86名年轻人参加。他们还一起去首尔广场听音乐会，很多市民也来参加。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者分享了他们国家的历史，讲述了他们国家也曾经经历过殖民统治。
韩国以前在1910年到1945年被日本统治，很多人被迫劳动，不能说自己的语言。现在韩国人很自豪，因为他们通过努力获得了自由。每年光复节这一天，韩国到处都会挂上国旗，人们一起庆祝国家的进步和自由。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人工智能与原住民语言论坛上，许多原住民数字活动家讨论了人工智能对他们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大家关心人工智能会不会带来风险，比如文化遗产被误解、知识被滥用，还有技术带来的环境问题。有人说，人工智能用的数据大多来自过去，对原住民的描述不够真实。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保护和推广原住民语言，但也要注意保护社区的自主权和文化价值。论坛上还介绍了一些用人工智能支持原住民语言的好例子，比如新西兰用科技保护毛利语。大家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适合原住民的数字工具，让社区自己管理和使用这些技术。最后，大家认为要继续合作，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保护。日本和非洲是很好的发展伙伴。最近，日本在东京举办了一个为期3天的非洲发展会议，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家参加了会议。日本首相说，日本会帮助非洲发展人工智能，3年内培训3万人。日本还计划和非洲国家一起建设新的经济合作区，让更多日本公司到非洲投资。日本还会和非洲银行一起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解决债务问题。非洲有很多自然资源和很大的人口市场，日本相信非洲有很好的未来。日本希望和非洲一起合作，让非洲变得更强大。最近，欧洲一些国家说要用新法律保护孩子，但其实这些法律让大家在网上不再自由。比如，英国已经要求人们在网上用身份证注册，政府还想检查每个人的聊天、照片和文件。这样做虽然说是为了安全，但其实让大家失去隐私和匿名。很多人担心，这样的监控不会真的抓到坏人，因为坏人会用别的方法隐藏自己，反而是普通人、记者、心理有问题的人和少数群体会受到影响。他们可能不敢在网上说真心话，也失去了安全的空间。还有人担心，如果所有人的信息都集中存放，很容易被黑客偷走，造成很大危险。很多网友在网上表达了不满，他们觉得这样的法律让大家都被怀疑，不是真正保护孩子。其实，保护孩子需要更多教育和帮助，而不是让所有人都被监控。在孟加拉国，有些本土语言只有很少的人会说，比如 Korea 语言只有5个人会说。如果这些人不再说这种语言，这种语言可能会消失。为了保护这些语言，孟加拉国政府建立了一个网上平台，把42种本土语言保存下来。这个网站叫多语言云，里面有很多词语、句子和录音。人们可以在这里听到不同语言的发音，还能学习这些语言。比如 Kasai 语言没有自己的字母，但人们用罗马字母来写。网站上有很多关于村庄生活、传统故事和歌曲的录音。
世界上有很多语言正在消失，联合国说每14天就有一种语言消失。这个平台帮助大家了解和学习孟加拉国的本土语言，也保护了这些民族的文化。现在，普通人也可以在网上学到简单的本土语言对话，这对保护语言很有帮助。在20世纪，人的智商分数一直在上升，但最近20年，很多发达国家的智商分数开始下降。科学家发现，这不是因为基因，而是因为环境、社会和数字技术的变化。比如，孩子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间变多了，注意力和记忆力变差了。还有，吃的食物不健康，缺少铁、锌等营养也会影响大脑发育。在欧洲和北美，智商下降最明显。在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智商还在慢慢上升，但在大城市，数字化和污染让进步变慢了。专家们建议，学校要改进教学方法，家长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和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我们要保护大脑健康，让大家在数字时代也能学得好，思考得更深。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很多人认为它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们。但是，现实中，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和教育资源不足，很难享受到人工智能的好处。人工智能还可能让一些简单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这样很多人可能会失业，生活变得更困难。此外，很多人工智能工具是发达国家的人设计的，这些工具可能不适合其他国家的文化和需要，有时还会带有偏见。为了让人工智能真正帮助更多人，各国需要加强教育和技术培训，制定合适的政策，并鼓励本地创新。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和美好。最近，一位巴西网红发布了一个视频，提醒大家社交媒体上的算法可能让坏人更容易找到儿童。视频很快有很多人观看，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视频里，这位网红说，有些人在网上发布儿童的照片和视频，有时这些内容会被坏人利用。他还做了一个测试，发现只要搜索一些关键词，社交媒体就会推荐更多有儿童的视频，有些评论里还会有链接在简介里这样的话，可能是坏人用来交换不好的内容。这个视频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后来，巴西政府也开始讨论新的法律，想保护儿童在网络上的安全。现在，大家都在思考，社交媒体公司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儿童更安全。有些人认为以色列没有遵守犹太教的道德，但以色列的领导人早就说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而不是完全按照传统来做事。以色列的建立者们想要改变过去的做法，他们认为犹太人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有些人觉得以色列应该更温和，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也受过苦。但有些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为了保护国家，有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现在，以色列有一些新的宗教团体，他们的想法和传统犹太教不一样，他们支持国家的强硬政策。虽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同意这些做法，但很多人支持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其实，
以色列的做法更多是现代民族主义，而不是传统犹太教的教义。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司令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的行为让宇航员和卫星变得不安全。他说，中国制造了很多太空垃圾，这些垃圾可能会撞到卫星或宇航员。他还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发射新的武器，这让太空变得更危险。美国担心这些国家在美洲建立太空设施，可能会用来进行太空战争。美国太空司令部的司令希望各国可以一起合作，保护太空安全。他认为，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让太空变得更安全。美国也在和南美的国家合作，使用新的望远镜来观察太空，防止危险发生。剑道是一种日本武术，人们用竹剑比赛。剑道比赛的得分不是用数字，而是由裁判决定。裁判要看选手的动作、精神和身体是不是合在一起。如果打击动作正确、有力量、时间也对，才算得分。有时候，裁判的判断会让选手和观众觉得不公平。有的人希望用视频回放或传感器来帮助裁判，这样可以让得分更清楚。但也有人觉得，剑道不只是比赛，更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和自我提高。如果只用科技，可能会失去剑道的传统和教育意义。现在，很多人讨论要不要用新技术，也有人建议先改进裁判的规则，让比赛更公平。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中国的七夕节。这个节日有时被叫做乞巧节。它最有名的传说就是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牛郎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织女是天上的仙女，两人相爱并结婚，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天帝不允许他们在一起，把他们分开，只能隔着银河相望。后来，每年7月7日，喜鹊会搭成一座桥，让他们短暂相会。古代的女孩们特别重视七夕，在这一天晚上，她们会对着天空祈求自己像织女一样聪明又心灵手巧。于是，七夕又被叫做乞巧节，意思是向织女请求巧手。有些地方的女孩们会穿针引线比赛，看谁更快。有的地方会做巧果，一种油炸的小点心。今天的年轻人更喜欢把七夕当作中国的情人节。许多情侣会互送礼物，一起吃饭，或者抬头看看星空。虽然传统习俗已经少了，但牛郎织女的故事一直在提醒人们，真爱值得等待。在印度，动物在法律上被当作财产，这让动物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最近，最高法院决定，流浪狗在绝育、驱虫和打疫苗后，要被放回原来的地方，只有生病或有攻击性的狗才会被隔离。以前的规定是把流浪狗带走，不让它们回到街上，这让很多人不满。很多人认为，动物不只是物品，它们也有感受。现在有些国家，比如奥地利和英国，已经把动物当作有感情的生命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财产。这样做可以让动物得到更多保护。很多人希望印度也能改变法律，让动物不再只是财产，而是有感情、需要被关心的生命。1945年，
美国在新墨西哥沙漠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后来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造成很多人死亡。从那以后，世界上有9个国家进行了2000多次核武器试验。这些试验让土地、水和空气受到污染，对人和动物的健康造成了很大伤害。许多核试验都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对原住民的影响很大。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停止了核试验，但还有一些国家没有签署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呼吁各国停止核武器试验，保护我们的地球和大家的健康。巴基斯坦最近庆祝了第78个独立日。很多人觉得独立就是可以自己做决定，不受别人影响。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同一天从英国独立，但他们庆祝的日期不同。巴基斯坦在8月14日庆祝，印度在8月15日庆祝。现在，巴基斯坦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人们喜欢买外国的东西，比如牙膏和快餐。很多本地小店很难生存。农田也被用来建房子，农民的生活变得更难。虽然国家变得更现代，但有些传统和文化正在消失。很多人开始思考，巴基斯坦真的完全独立了吗？真正的独立是国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不被外面的人影响。现在，巴基斯坦还需要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强大，更有自己的特色。最近，在巴西举行的第24届基本收入地球网络大会上，人道主义者们讨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话题。大家认为，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让每个人都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也会带来文化上的变化。过去，人们认为只有工作才有价值，但现在科技进步，很多工作被机器取代了。我们需要新的想法，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帮助减少贫困和不平等，让更多人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照顾家人、做艺术或帮助别人。这样，社会会变得更加团结和公平。大家希望未来没有暴力和贫困，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